一从转西来，唱一在上海，唱你在上海。大家晚上好。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欢聚一堂，为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4位粤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70周年庆演出喝彩，我们确实感到由衷的高兴。是的，今天我们五世同堂的粤剧大家庭，向观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展示江南粤剧的繁荣发展。亲爱的朋友们，这4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在粤剧发展史上可以说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并且桃李盈门。今年啊，恰逢4位老艺术家舞台生活70周年，我们举办的一代风华的演出活动，不仅是对老一辈艺术家艺术人生的纪念，同时呢，也是对粤剧近100年发展史的一次回顾和巡礼。说得太好了。那么，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的粤剧，近100年的发展壮大，如今呢，已经成为影响全国的一个大剧种。那么今天的演唱会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新秀欢聚在我们上海的逸夫舞台，确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是的。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演出会给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您带去美好的、难忘的艺术享受。所以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建议，让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今天的演唱会圆满成功。好。那么女子越剧原来的这个主腔啊是四宫腔，那么四宫腔呢比较单纯活泼跳跃。在抗战时期，越剧演出比较多的是一些悲剧，显然这个四宫腔就不太合适了。
那么袁雪芬老师呢，在1942年演出的《断肠人》，用的虽然也是四宫腔，可是和传统的曲调相比啊，有了明显的变化，增加了许多悲剧色彩。没错，既然提到断肠人，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一下。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一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得主，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原派传人陶琦，为您献上《断肠人》。红旗旗当兵。
下不隆隆当声在绿场。杜头女犯了杜头病，官上人越想越官哎，刘杰，今天我们俩站到这里呢，我就仿佛站到了有着近100年历史的越剧的大门口，来回望越剧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1943年11月，袁雪芬老师呢，当时演出《香妃》，那么与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了尺调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彩调腔。对，可以说呢，把越剧的声腔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后来，在越剧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尺调腔呢成了越剧的主腔，并适用于各个行当。没错，1945年学生剧团演出的《绝代艳后》，范瑞坚老师《流云劝梦》中的尺调腔就很有名。那么近年来呢，他又进行了加工，交给了学生，更显得炉火纯青。好，那么接下来请欣赏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浙江黄龙越剧团的孟珂娟为大家演唱这个唱段。有请。熏儿一声
朋友们，袁雪芬老师啊，经常说，他说粤剧啊有2个奶妈，一个是昆剧，一个是话剧。确实，在粤剧近100年的发展历史当中呢，老艺术家们不拘泥于传统和自我，而是兼收并蓄，向姊妹艺术学习，所以才形成了今日江南女子粤剧的风格。是的。1945年，范仁坚老师在琴师周宝才的配合下，借鉴了京剧反二黄唱腔的风格，创造了尺调腔的反调弦下腔。弦下腔呢，现在也成为了粤剧的主腔。没错，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范派传人韩婷婷，为大家演唱《单恋》当中的非常好听的弦下腔。我再多说一句啊，这个戏首演于1947年，可以说是范派弦下腔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了。掌声请出韩婷婷为大家演唱。
切莫为我可悲好。从来专政父子俩，千里之山有多少？你这万年就是情，你就在趁早去我将我掉。多想天暖，问他长，我总在碧落王前也欢笑。亲爱的朋友们。1947年对于越剧来说呢是不寻常的一年。那么这一年呢，在越剧的发展史上，应该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越剧10姐妹为了建造自己的剧场和创办越剧学校，联合起来举行义演。越剧《山河恋》的演出轰动了上海滩。是的。4位艺术家呢，都是10姐妹的成员。他们不仅在艺术上改革创新，而且呢，还敢和黑暗势力抗争，令人敬佩。朋友们，《山河恋》当中送信选段呢，原来呢是由尹桂芳、袁雪芬合演的，流传至今，可谓经典。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2位新生代的演员，一位呢是王清，一位是陈慧迪，为您献上《山河恋》送信。一面看，一面疼惜。
我何尝与你说不清？此次来是我错怪了你，此次来是我当得了你，不妨事。小心。实心的哦，爷妹呀，我怀你，你不知；我想你，你不见。我你实话，你不回答。我你说的全是非福言哦，爷妹啊，我是一坚守忠心人，为子你可否将我怜？小姐，我是一坚决忠心人。对呀。亲爱的朋友们，
这次由中国剧协、上海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4位粤剧表演艺术家从艺70周年的系列演出活动，确实在全国的戏曲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连日来呢，各兄弟剧种的一些表演艺术家、重要的学术团体纷纷发来贺信贺电，表示祝贺。下面呢，我们先为大家选读2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封呢是来自中国戏曲学会的贺电，电文如下：热烈祝贺粤剧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70周年庆，祝老艺术家健康长寿，永葆艺术青春，祝粤剧艺术事业繁荣兴旺。中国戏曲学会2004年10月2日。好，那么这封贺电呢，来自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电文如下：向粤剧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70周年庆致喜，衷心祝贺他们在粤剧艺术事业发展中获得极高的艺术造诣，祝愿4位老艺术家健康长寿，祝他们艺术青春永驻。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2004年10月6日。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祝福。我想呢，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直接的向我们今天就坐在现场的4位老艺术家，我们应该用热情的掌声表达我们对他的祝愿：健康长寿。好。范瑞娟老师啊，在1950年演出的《孔雀东南飞》连续演出了3个月，他创造的弦下腔呢更加日臻完美。朋友们，既然说到这段弦下腔，我们就为大家安排《孔雀东南飞》当中这段脍炙人口的唱腔《人去楼空空寂寂》。我要为大家请出的也是一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咱们上海粤剧院的范派小生张瑞红为大家演唱。
的来自西洋。亲爱的朋友们，4位老艺术家身体力行70年如一日，致力于粤剧艺术的发展创新。那么在今天的晚会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各大流派后继有人，可喜可贺。是啊。接下来呢，就请欣赏上海越剧院范派大弟子陈琦为大家演唱《孔雀东南飞》选段，有请。娘子，你晓得没？听说呀，早在1950年，玉兰剧团当时演出《信陵公子》，据说是因为天热，这戏装啊由新的演成了旧的，又由旧的换成了新的，前后换了3次，你听说过吗？听说过啊。当时啊，这出戏演出了138天，每天2场，满座256场，观众啊达24万人次，非常火爆。没错，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欣赏上海越剧院的徐派小生郑国凤演唱这个选段。
刘姐，这一次演唱会呢，我们确实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学术团体发来的贺信贺电。那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选读2封。好的。好。那么这一封呢是著名歌唱家王坤老师发来的贺电，电文是这样的：新闻上海举办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70周年庆系列活动。我向4位老艺术家致以热情的问候和由衷的祝福。舞台生活70年，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舞台，奉献给了观众，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们是真正值得我们敬仰的人民艺术家。他们是100年粤剧里程碑式的人物，为粤剧事业的奠基、发展、繁荣昌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粤剧事业的薪火长传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祝老艺术家们健康长寿，永葆艺术青春，祝粤剧事业再创辉煌。王坤，2004年10月11日。好，谢谢歌唱家王坤。好，我这里还有一封。上海粤剧院新闻贵院即将举办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70周年庆祝活动。我代表武汉汉剧院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上海粤剧院的同仁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武汉汉剧院院长陈伯华，2004年10月8日。好，谢谢各位老艺术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梁祝》应该说是我们粤剧的骨子老戏了，美丽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是的，那么在过去的演出本当中呢，掺杂了许多迷信和不健康的东西。1945年，袁雪芬老师和范瑞娟老师合作的时候呢，做了一些初步整理。1951年，由华东粤剧实验剧团根据范老师和袁老师的口述，又请编剧徐进呢重新加工、整理，再次重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安排的就是《梁祝》当中的几个精彩的段落。好，请欣赏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范派传人吴凤花为大家演唱。与小菊妹，平马随下做引队，只怕是三不平安做家父，贫富难以成婚配，因台啊临别定营提防卫，与兄是自君必能把呀理解呀。这个梦做得起。
妻儿把一个男，一个要分两分开。呀，我兄长娶的为自己做媒自己配，好一个兵器聪明做云台，好一个啊你祖母掉两三倍。岂不是金堂素菜，黄花银台与从未欢笑盈盈，情意去凭借英勇啊才做有寻美。我与他三界同场情似海，这真是前世姻缘配龙来。到明朝拜托师母为他媒，两三辈做家常常发谢谢。其实提到《梁祝》啊，确实有说不完的话题。比如说，《梁祝》演出获得了成功，于是范瑞娟、傅全香老师带着这个戏进京，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毛主席、周总理看完这个戏以后呢，对这个戏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我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副派传人严佳，为您献上《楼台会》选段。
红桑桑来照应，可记得观音堂前把堂灯，午夜城日下平淡月双在，我是白头思梦做他妹，要了相逢自己心悄声，午夜城林地青可须知玉梅。不指望有情人总能成全，所想不到美满姻缘了苍天。啊，两兄啊，我与你两兄难成对，弟弟是晕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受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成儿啊，弟弟因故马家走，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死他情难退。亲爱的朋友们，提到《梁祝》，真的有说不完的话题。大家喜欢《梁祝》的原因和理由很多很多了，但是我想呢，其中主人公性格的鲜明可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梁山伯，他的呆头呆脑，他的憨厚质朴，他的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在回18这一段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了，朋友们，下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陈雪萍，为大家演唱《回18》。放映
要扶为妻把啥当。
么《梁祝》这一出戏啊，经过一演再演，不断的加工完善，并由电影工作者拍摄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哎，刘姐，你说到国际声誉，我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啊参加日内瓦会议，带去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台。这2台呢，一个是我们的名酒茅台，一个就是我们的彩色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呢，周恩来总理还给这个袁雪芬老师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呢是这么说的，我是听袁老师跟我讲，他说：“雪芬呐，我们的2台为祖国赢得了声誉。”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欣赏上海越剧院的原派传人方雅芬为大家演唱《哭灵》选段，有请。你死的好哟！老夫人，这因为他本意是王三本我家来了。什么？神医死了，他完了，这是老夫人，你去见他一面吧。啊，梁兄。外界把我这位平时作家小寂寞，神已死了，你完了做什么啊？王后，我知道你怨我恨我，我与两兄吵架结拜，形同水中，我们早已门牙。你已是马家的神了。这是叶想的应对，他终于来看你来了，梁兄。宁熙上下。小妹做事应待敬意，庆祝做寿之际，300英雄之领前，愿依稀几场灯火共享切磋，今日虽作你同生死。兵似魔，今为鞭笞用，呼神飞莫杀，所能无尽，留意美女相告，奇迹丝路永好。
国民，兄不能去美于归，师兄寡怨。师兄长英文有旨，文归于八州，吾先临于登阶，以长旦圣剑为了之于今，不宜算夫文熙归来，文熙归来，不必上。见一见两兄吧，生也死了，不见也罢。八母，这是我见两兄最后一面呐。老夫人，你就答应了他吧。八母。两兄啊，一见两兄文拍笑，我可两兄受邀啊！你英气勃发，正年少，想不到泰山之体。红毛两兄啊，你我原来相识呀，有缘见你在我与你同做共守3年啊，真爱实指望生生世世永相好。我知道天中人缘，良缘配呀，谁知晓姻缘谱上名不标。我知道你我月老妹来做，谁知晓喜恰为叫无呀叫，我指望生肖官的来年迎娶，谁知晓非到人我就断恰恰。我指望红烛高烧图良宵，谁知晓啊，把
一束风来凋香两兄啊，你为我刻骨相思拼不清，我恰是讨情官府无涯了啊！楼台一笔曾永绝，阴阳走个两心妙啊！两兄啊呀！见两兄言必来言真，本两兄就有事挂在心，你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堂上慈爱的老娘亲。你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满腹自己尽手问。你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生你养你无教啊真。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竹林有谁那种乡亲。你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先生师母教诲恩。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也有手足同唱情。这不是嘞，那不是莫非是你抛不下应得命神两
刘杰啊，哎，刚才咱们现场的观众绝对看不到这生动的一幕。这些年轻的后辈学生在演唱的时候，以袁雪飞老师为代表的几位老艺术家一直在旁边把场子。对，我们再次用热情的掌声献给老艺术家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和《梁祝》一样，还有一出越剧代表作，这就是中国4大民间故事之一的《白蛇传》。没错，提到《白蛇传》，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给大家奉献那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脍炙人口的唱腔《西湖山水还依旧》。我为大家请出的这位副派传人呢，应该说久违越剧舞台多年了。这次呢，他是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演出，不知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他？请用掌声告诉他何英。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对门夜去，身边枫叶红丝霜，我宽为谁去？想那是3月西湖曾是谁？雨雪浪花前月下几乱翠，十指房夫妻恩爱同，煎熬与谁知风雨这花尘难忍，须让他分心恩情同，法海与我做对头，我与情儿今生心放生不见，与我啊，于是心碎，于是沉。难道他一朝发黑？难道他果真出家将我非看断交未断，我曾长断一片深情付动泪。谢谢。亲爱的朋友们，
副派唱腔华彩多姿。傅全香老师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声腔的改革，特别是在真假声结合方面做了长期的探索。是的，著名音乐家刘如增称傅老师是戏曲界的花腔女高音。没错，1953年呢，傅全香老师演出的《杜十娘》唱腔就非常的有特点。好，那么下面呢，就请欣赏原宁波越剧团的副派传人洪芬飞演唱的《杜十娘》选段，有请。情缘回首，宝儿多少当何马？我是浑身上下世上把来源地定是万苦知，我是为太风尘家里家，谁知我两尽怎么生于考啊，谁知晓我凤凰下也为陪舞啊呀，这真是痴心女子对心慌，到头来还是塞门前虚呀家，谁么年不要在马分明你披在身边谁归我，你将你团在房里是小人，出神父你藏在好山云间，我是娘是连城怕比归无家，岂肯匹配你呀他马三夫离家谁断啦，马得我
谢谢您，谢谢您的热情，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一代风华，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4位表演艺术家从艺70周年的一个庆贺演唱会。那么连日来呢，我们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来电，我们再为大家选读2封。好，那么这一封呢是来自山东吕剧表演艺术家郎咸芬老师的贺电。中国剧协等4单位为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4位越剧表演艺术家举办舞台生活70周年庆典活动，我深为感动。4位老大姐是越剧艺术承前启后的精英人才，你们的创新精神、改革意识、不断开拓进取的勇气，不仅推动了越剧艺术的繁荣，对我们山东吕剧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启迪和促进。4位老大姐的艺术造诣有目共睹，4位老大姐的道德人品有口皆碑，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衷心祝福4位老大姐健康长寿、精神愉快，衷心祝愿4位老大姐艺术青春常在，后继有人。郎咸芬，2004年9月24日。好，朋友们，我这里还有1封。敬爱的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大姐，知道你们要举办舞台生活70周年庆祝活动的消息，我感到十分高兴，也为你们自豪。70年来，你们艰苦创业、锐意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为越剧也为中国戏曲写下了辉煌的历史篇章。衷心的祝贺你们！红线女，2004年10月9日，谢谢。兄弟剧种的各位艺术家，谢谢你们了，谢谢。越剧流派纷呈，4位老艺术家创立了风格各异、独树一帜的流派。那么他们有不少作品呢，现在已经成为了经典。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安排的，应该说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出剧目了，是原派的代表作之一《西厢记》当中琴心选段。这一段唱啊，清新典雅，让人陶醉。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原派传人华宜清，为大家演唱。玉儿啊，玉儿，你又出来做什么？望晴空，明
亲爱的朋友们，越剧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男女合演的尝试，老艺术家们对此呢都非常的支持，于是，一批男演员成长起来，并且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师承范派的史继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下面呢就请欣赏上海越剧院的史继华演唱《唐知县审告密》选段。这出戏移至河南豫剧，别有风味儿。哎，在这儿呢，我还要跟大家声明一下，史继华先生呢已经是65岁，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他的脚部呢发生了骨裂，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几天来他一直是忍痛带伤给大家演出。我们把热情的掌声送给他。家人人推来推去，推大我唐人。为情我的猫儿强日虎，不停要临近高原，这大神山并不这一声叫，云高白高不上云。来呀，带饮些酒。你骂的是谁？我骂的就是你。你胆子那么大！我不但要骂你，我还要丢掉你的纱帽，扯掉你的衙门。
天涯的年高云，一扫不沾英雄叫你对官问公身。你说你其他蒋老裴，哼！我不但要接你上刑去，我还真想打你。你打，我谅你也不管打。呀，呸！言说年兰真，王风高明，我来头不小。真正哈生我啊，怕什么红冠与机关，怕什么严嵩也兄长，王爷我把枪抢起，也是叫朝廷无上良民。今日你小恐龙掏着大毛汉，小小人棍胜利，大大的高贵。来呀，上刑去！当老爷，也高明。当子把你5000两，哇！黄金山这里玛瑙有一对珍珠做2斤，还有红绿绸缎古玩数万。哎呦，哎呦，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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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高明啊，年失交，你在本国面前卖弄你的家私，嘿嘿。哪个不知财分不小？这些金银，这些珠宝，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都是收获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我唐僧神勇志不断，马虽毛不长，我就是穷的，没有衣穿，没有碗吃，都是我事。啥用的？一时也好，一分也利，我就不是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轮子混小娼妇，就不是七品芝麻官。当成
敬酒不吃，却把敬你不死得罪。哼！谁迎来上天台里望迎人？金山银海青石为，流雨里是埋关来，大去。我定要叫你死不葬身，自毙。王子万法与士兵同罪，我哪怕丢掉无杀，神头落地。全归为民是为民是哎，刘姐，不瞒你说呀，就我个人而言，对于越剧的最早记忆，应该就是越剧电影《红楼梦》了。可以说，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啊，《红楼梦》几乎成了越剧的代名词。没错，大家都知道，排一个戏也不容易。如果在一出戏里呢，能够留下1到2个唱段，就更不容易了。我们再来看看《红楼梦》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唱腔，像大家非常熟悉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粉稿枯零问紫娟”等等等等，在越剧爱好者当中广为流传。可以这样讲，越剧《红楼梦》呢，为其后同名影视剧和地方戏的创作都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范本。说得太好了，那么下面呢，就请欣赏来自越剧故乡嵊州越剧团的徐派新秀刘志霞和上海越剧院的张咏梅为大家演唱《红楼梦问紫娟》。有请。
再不，你是这东兵血里受伤，我岂能一度去随所报？从今嘿。朋友们，老艺术家们虚心向他人学习，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年轻的从业者借鉴。比如我们说到《李娃传》这个戏，就是1959年范瑞娟老师呢到四川演出时向川剧学来的。范老师呢不单使这个剧目粤剧化，而且呢还进行了许多新的创造，特别是在声腔方面，力求做到通俗质朴，富有诗的韵味。是的，《李娃传》啊，现在已经成为范派的代表剧目了。好，那么下面就请欣赏杭州越剧院的范派新秀徐民演唱的《李娃传》选段。北地园的下子，列举种子，黑园。龙锁子，把要再唱一个茶故事，这的不是平山平的风月，浪子莲花，那个莲花落哟。老爷奶奶，做做好事吧，这位大姐应应好吧。你问我年轻轻的为何落到如此光景？娘娘听我讲，嘿呀猴子连讲话的也有些的高莲花，那个莲花有件事我也曾搞错，司马扎金袍，世俗无尽头早早，为只为我园中结情好，恩爱夫妻难亲好，莲花那个莲花落哟。你问我为何落到如此地步？唉，银钱用我了，包儿砸了脑，马儿被当了，来心被卖了，将我赶出门，只落得穷途潦倒。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我落难谁不得已了。因此他当场一个莲花落，莲花落哟。
哎，刘杰，哎今天的演出真的是明星名句荟萃，丰富多彩。对真的，我和刘杰都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为4位老艺术家从艺70周年的演出活动做主持。是的我今天听到的一些段子，真的是第一次欣赏到。再给你介绍一出戏。哦，什么？ 1960年演出的小呼雷，至今呢已经有40多年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了。戏里的唱腔啊特别棒，特别是郑莹莹的三告和抗暴，非常出彩。好的，那下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原西安越剧团副派传人胡佩蒂，为您献上《小呼雷》。从前河来北征我7次城北上他真不叫我多不伤心。大胆滚欺压爱情，你爷爷告来，有寡人与你作证。永贞，第一个是曾是我的亲兄长，慕容华图富贵，连世天王。全满百中归，为父周长，每同胞问去那金马牛郎，还得那爸爸亲娘高传世，母亲万同作比。请第二场你第二场么？民间有个两儿臣，埋下小火来大武器小将，谁是两一起火来生多气，父灭儿本是强梁。一气不仁，生儿妻，斩尽杀机，来援三国此中郎，两家郎。哼，好一个不为叛死的奴才！真有几日，寡人定当你应承。此情
你还要搞哪一个啊？万岁！咱们搞的哪一个啊？比那几只都差好分。今天谁人不怕了？福音的怕了烧神经。荒淫不闻民间苦，但想民间的美人。发扬小小梨花落，到此生离死的生。可怜那民间苦的血泪人，他掐着穷女混淆去上身，终因奸笑为淫权，他的些女人娘亲。生前无人把人问，死而便是他与人来到死必是公平，千秋万古罗马名。不告天来不告地，不告鬼来不告神，上朝无代先不告，但告你。这昏庸无道谢谢大家的热情，谢谢你们了。亲爱的朋友们，越剧啊不光演出古装剧，那么在现代戏方面呢，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比如说1965年的春节，傅全香老师主演的《江姐》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个戏啊，不仅具有浓郁的越剧味儿，而且呢富有时代感，充满了激情。是的，好，接下来请欣赏上海戏剧白玉兰主角奖获得者原嵊州越剧团副派传人陈兰演唱的《江姐》选段，有请。我心
无罪四海大解放。你的话一算在我耳边响，一字字一句句我从未遗忘。华阴山胜利消息传四方，同志们苦苦心，常把你向往。这一位千里迢迢来传播，带来了多少愁和希望，只算是并肩作对迎解放。谁知你长子必生，三有声响，你人在身旁，我怎能在这里痛苦悲伤？朋友们，当年走出10年阴霾的越剧艺术家，怀着喜悦的心情，重新登上了舞台。是啊，1977年1月，为了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1周年，老艺术家们怀着满腔的热情排演了大型组剧《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是的，我们不能忘记敬爱的周总理对越剧的关怀和支持。傅全祥老师在1977年演唱的《台湾儿女盼春风》，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深情，在曲调上呢，也有了很大的创新。好，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副派传人陈颖，为您献上《台湾儿女盼春风》。台湾儿女盼春风，总理的字眼，自称来龙
中，日月潭的碧波啊，你轻轻来，莫见我中才意浓，阿里山林海你须做声莫见我中意真地面欢声不笑容，不笑容扬声美，定于那心底来路，萦绕在心中。你在想是我高举革命旗，让福州四海人称风。你在想是我坚守新中国，让四个现代化早在转心用。你在想是我娘复兴红旗飘扬在台湾欢庆神州一片红。钟离呀，兵在里，你在里盘起不是老，到今天在梦中还把国家大事挂心胸。想到此泪渐涌，总理呀，台湾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待到山花来满是欢欣中里，我们作最天北战过万秋，作最天北战过万秋，同庆。朋友们，
在新时期，老艺术家们不顾年事已高，仍然热心于排演新戏。比如说，1980年，徐玉兰和她的老搭档王文娟一起排演了根据同名传奇改编的《西园记》。后来呢，这个戏还拍摄成了戏曲电视剧。是的，好，那么下面呢，就请欣赏曾经获得文华表演奖温州越剧团的徐派传人汤丽芳演唱《西园记》哭牌选段，有请。小姐，我那月英，小姐啊。我只盼红梅继女家永好，谁知今日顾好，我只盼披红巾彩来迎娶你呀，恰不了我咋把的小家。你掉，我只盼夫唱无在今生后恰不了月云相消长黄角，你那里山草谷中无马少我这里面对另外唱通通我手捧几句话来朋友们，
继西园记之后呢，徐玉兰和王文娟老师又创排了《皇帝与村姑》。这个戏富有民间传奇色彩，曾经到香港等地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是啊，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就是这2位粤剧名家的得意弟子，他们2位呢也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得主，钱惠丽、单养平为您带来《皇帝与村姑》。
么认不得你了啊！万岁！敬佩一礼，迎儿你，自古到女大18年，想当初。万岁我那真情
曾经
本身受之无愧呀！范生，我有话有话千事无妨。我是怕范生要烦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今天就是出马了国王，却当了寡臣，故也就不怪罪于你。此话当真？君无戏言啊！范生，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嘛是我的恩人张布拉。不，范生，我并非是张布拉。我早就知道，想当年你是假不为民，故叫你以布拉为兵，高察大计。范生，小女子实在是没有救家之恩恩人，你今天是不是多喝了几杯酒，讲起酒话来了？范生，我并未酒醉。喏，满口酒话，万事不醉呀！哎呀，范生，小女子并非是张布拉，乃有欺君之罪。好，故杀你无罪。范生，小女子并非是张布拉，乃是冒名顶替的假牛皮。假牛皮，范生，张家气中藏不来，怎会难分？张布拉娘恩于中，心地深沉。弟弟为怕亡灵，并无冒名上京人。那我反过来为我在你的心中，但是弟弟就有的是谁？弟弟真开。这弟弟是用力，但谁真脸不用力，不了我名字乱笑，我生命来伤心。说难有那杀神。你弟弟到底是谁？弟吧，弟弟乃是谁？讲。乃是儿的父亲。你冒名顶替，单他保全。范生，范生，我有话讲。我以为你是个遇到明君，恰原来也是个无毒的昏君。我无毒什么昏在哪里？我是亡命难抬，父母相逼，不可不容。今明君可谓是行孝，免受隆恩，身为广东，吐了真理，乃是行忠。小女子忠守良在，何在之有？范生呀，范生，倘若小女子进得宫来，不失正义，你也便不请身家。如今我吐了真言，反要问责，君无戏言，请范生三思。范生，我有话起来讲。范生，小女子问上那张布拉已被当着死了。你说什么？张布拉已被当着死了，请郎才说说具他一理。莫听声人语乃上王，登教父王怒满腔，下令查办不用完。来，问曹子兵是。
受人启蒙是上心了，只怕是淋雨蹊跷难中藏。心血之中定知常。来，将贾玉萍带下去，好生指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呀，确实是咱们越剧界的一个盛会，五世同堂，各展芳华。那么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呢，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成长，我相信老艺术家们看了以后肯定会格外的欣慰。同时呢，我们也由衷的祝愿新一代的年轻演员能够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把越剧艺术发扬光大。是啊，今晚的演出可以说是汇集了目前越剧界原范复徐4个流派最优秀的传人，可谓是明星荟萃，流派纷呈。他们今晚的精彩演出，让我们看到了越剧发展的希望。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和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那就是我们今天晚会的4位主角马上就要上场了。我建议大家，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请出4位艺术家上场。好，亲爱的朋友们，他们是袁雪芬老师。袁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范瑞娟老师、傅全香老师、徐玉兰老师，再次长时间的掌声欢迎4位艺术家。我相信4位艺术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台上台下，您看到我们的现场，许许多多的新老戏迷、老的少的戏迷都拥到了台前来了。我相信4位艺术家一定会非常的激动。那这样，咱们也给4位艺术家呢出一个难题，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好不好？好。先从徐老师那开始。徐老师，您先说一句。千言万语用心间。千言万语用心间。好，傅老师。傅老师。期盼星火代代传，期盼星火代代传。好，好了。范老师，您说。寄予后辈立大志。寄予后辈立大志。好，最后我们听听袁雪芬老师怎么说。再创辉煌永向前。再创辉煌永向前。观众朋友们，
一代风华，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从艺70周年庆祝演唱会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热情观众朋友们的光临，朋友们再见！再见，朋友们。与小菊妹，平毛随下做英台，只怕是3不平安做家父，贫富难以成婚配，因台啊，临别定营提防卫，与兄是自君必能把呀理解呀。这个梦做得起。
梁山伯祝家常发运。谢谢。其实提到《梁祝》啊，确实有说不完的话题。比如说，《梁祝》演出获得了成功，于是范瑞娟、傅全香老师带着这个戏进京，为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毛主席、周总理看完这个戏以后呢，对这个戏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我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副派传人严佳，为您献上《楼台会》选段。下平淡有酸。
两兄难成对，弟弟是云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收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成儿啊。弟弟因故马家走，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死他情难亲爱的朋友们，提到《梁祝》，真的有说不完的话题。大家喜欢《梁祝》的原因和理由很多很多了，但是我想呢，其中主人公性格的鲜明可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说梁山伯，他的呆头呆脑，他的憨厚质朴，他的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在回18这一段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了，朋友们，下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陈雪萍，为大家演唱《回18》。巧妇为妻把撒旦。
那么《梁祝》这一出戏啊，经过一演再演，不断的加工完善，并由电影工作者拍摄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哎，刘姐，你说到国际声誉，我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啊参加日内瓦会议，带去的就是我们中国的2台。这2台呢，一个是我们的名酒茅台，一个就是我们的彩色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呢，周恩来总理还给这个袁雪芬老师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呢是这么说的，我是听袁老师跟我讲，他说：“雪芬呐，我们的2台为祖国赢得了声誉。”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欣赏上海越剧院的原派传人方雅芬为大家演唱《哭灵》选段，有请。你死的好勇！老夫人，昨夜他被一束王杀奔我家来了。什么？神已死了，他完了，这是。老夫人，你去见他一面吧。啊，梁兄。爸母，这位平时作家小寂寞，神已死了，你完了做什么啊？爸母，我知道你怨我恨我，我与梁兄吵架结拜，心动水中。我们早已门牙，你已是马家的神了。你就让我骑上一骑吧。你那14夜想的应对，他终于来看你来了，
几月几往，小妹做事应待敬意，庆祝做寿之久，300英雄之灵前，愿依稀几场灯火共享切磋，今日虽作你同生死，耳鬓厮磨今未变此用，呼神飞莫查所能无尽，留意美女相告期间，丝路永好。伤心在妹不能家兄于生前，姊妹破命，兄不能娶妹于归，师兄寡怨。师兄长英文有之，我闻归于八州，无限灵于等间，以长旦生前为了之于今，不宜算作温馨归来，温馨归来，不为上见一见两兄吧，生也死了，不见也罢。八梦，这是我见两兄最后一面呐。老夫人，你就答应了他吧。八梦。两兄啊，一见两兄闻拍笑，我可两兄受邀啊！你英气勃发，正年少，想不到泰山之体。红毛两兄啊，你我原来相识呀，有缘见你在家，我与你同做共守3年啊，真爱实指望生生世世永相好。我知道天中人缘，良缘配啊，
谁知晓姻缘谱上明标？我知道你我越老没来走，谁知晓西洽比较无牙教？我怎么生小乖的来你迎娶？谁知晓非到人哦，就断恰恰。我怎么红烛高烧图良宵？谁知晓把一束我来掉下两兄啊，你为我刻骨相思拼不清，我恰是讨情官府无涯了啊！楼台一笔曾永绝，阴阳诸葛两心妙啊！两兄啊呀！见两兄言必来言真，本两兄就有事挂在心，你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堂上挚爱的老娘亲。你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满腹自己尽水分。你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生你养你无教啊真。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竹林有谁那种乡亲。你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先生师母教诲恩。言必来言真，莫不是抛不下也有手足同唱情。这不是嘞，那不是莫非是你抛不下应得命神两
及米，闭上两眼。愿从转西来，长夜在上海。长夜在上海。大家晚上好。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欢聚一堂，为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4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70周年庆演出喝彩，我们确实感到由衷的高兴。是的，今天我们五世同堂的越剧大家庭，向观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展示江南越剧的繁荣发展。亲爱的朋友们，这4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在越剧发展史上可以说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海内外都享有盛誉，并且桃李盈门。今年啊，恰逢4位老艺术家舞台生活70周年，我们举办的一代风华的演出活动，不仅是对老一辈艺术家艺术人生的纪念，同时呢，也是对越剧近100年发展史的一次回顾和巡礼。说得太好了。那么，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于上海的越剧，近100年的发展壮大，如今呢，已经成为影响全国的一个大剧种。
那么今天的演唱会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新秀欢聚在我们上海的逸夫舞台，确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是的。我相信今天晚上的演出会给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您带去美好的、难忘的艺术享受。所以在这里呢，我有一个建议，让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今天的演唱会圆满成功。好。那么女子越剧原来的这个主腔啊是四宫腔，那么四宫腔呢比较单纯活泼跳跃。在抗战时期，越剧演出比较多的是一些悲剧，显然这个四宫腔就不太合适了。那么袁雪芬老师呢，在1942年演出的《断肠人》用的虽然也是四宫腔，可是和传统的曲调相比啊，有了明显的变化，增加了许多悲剧色彩。没错，既然提到断肠人，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一下。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一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得主，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原派传人陶琦，为您献上《断肠人》。情中如，寒凄凄雨当边。
哎，刘杰，今天我们俩站到这里呢，我就仿佛站到了有着近100年历史的越剧的大门口来回望越剧的历史。我们来看一下1943年11月，袁雪芬老师呢当时演出《香妃》，那么与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了尺调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彩调腔。对，可以说呢，把越剧的声腔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后来在越剧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尺调腔呢成了越剧的主腔，并适用于各个行当。没错，1945年学生剧团演出的《绝代艳后》，范瑞坚老师《流云雀梦》中的尺调腔就很有名。那么近年来呢，他又进行了加工，交给了学生，更显得炉火纯青。好，那么接下来请欣赏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浙江黄龙越剧团的孟珂娟为大家演唱这个唱段，有请。谁
朋友们，袁雪芬老师啊，经常说，他说越剧啊有2个奶妈，一个是昆剧，一个是话剧。确实，在越剧近100年的发展历史当中呢，老艺术家们不拘泥于传统和自我，而是兼收并蓄，向姊妹艺术学习，所以才形成了今日江南女子越剧。到这段闲下腔，我们就为大家安排《孔雀东南飞》当中这段脍炙人口的唱腔《人去楼空空寂寂》。我要为大家请出的，也是一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咱们上海越剧院的范派小生张瑞红为大家演唱。
亲爱的朋友们，4位老艺术家身体力行70年如一日，致力于越剧艺术的发展创新。那么在今天的晚会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各大流派后继有人，可喜可贺。是啊。接下来呢，就请欣赏上海越剧院范派大弟子陈琦为大家演唱《孔雀东南飞》选段。有请。娘子，你晓得没？听说呀，早在1950年，玉兰剧团当时演出《信陵公子》，据说是因为天热，这戏装啊由新的演成了旧的，又由旧的换成了新的，前后换了3次。你听说过吗？听说过啊。当时啊，这出戏演出了138天，每天2场，满座256场，观众啊达24万人次，非常火爆。没错，没错。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欣赏上海越剧院的徐派小生郑国凤演唱这个选段。
姐，这一次演唱会呢，我们确实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学术团体发来的贺信贺电。那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选读2封。好的。好。那么这一封呢是著名歌唱家王坤老师发来的贺电，电文是这样的：新闻上海举办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70周年庆系列活动。我向4位老艺术家致以热情的问候和由衷的祝福。舞台生活70年，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舞台，奉献给了观众，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们是真正值得我们敬仰的人民艺术家。他们是100年粤剧里程碑式的人物，为粤剧事业的奠基、发展、繁荣昌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粤剧事业的薪火长传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祝老艺术家们健康长寿，永葆艺术青春，祝粤剧事业再创辉煌。王坤，2004年10月11日。好，谢谢歌唱家王坤。好，我这里还有一封。上海粤剧院新闻贵院即将举办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70周年庆祝活动。我代表武汉汉剧院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上海粤剧院的同仁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武汉汉剧院院长陈伯华，2004年10月8日。好，谢谢各位老艺术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梁祝》应该说是我们粤剧的骨子老戏了，美丽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是的，那么在过去的演出本当中呢，掺杂了许多迷信和不健康的东西。1945年，袁雪芬老师和范瑞娟老师合作的时候呢，做了一些初步整理。1951年，由华东粤剧实验剧团根据范老师和袁老师的口述，又请编剧徐进呢重新加工、整理，再次重排。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安排的就是《梁祝》当中的几个精彩的段落。好，请欣赏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范派传人吴凤花为大家演唱。风格是的。1945年，范瑞娟老师在琴师周宝才的配合下，借鉴了京剧反二黄唱腔的风格，创造了尺调腔的反调弦下腔。弦下腔呢，现在也成为了粤剧的主腔。没错，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范派传人韩婷婷，为大家演唱《单恋》当中的非常好听的弦下腔。我再多说一句啊，这个戏首演于1947年，可以说是范派弦下腔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了。掌声请出韩婷婷为大家演唱。
亲爱的朋友们，1947年对于越剧来说呢是不寻常的一年。那么这一年呢，在越剧的发展史上，应该说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越剧10姐妹为了建造自己的剧场和创办越剧学校，联合起来举行义演。越剧《山河恋》的演出轰动了上海滩。是的。4位艺术家呢，都是10姐妹的成员。她们不仅在艺术上改革创新，而且呢，还敢和黑暗势力抗争，令人敬佩。朋友们，《山河恋》当中送信选段呢，原来呢是由尹桂芳、袁雪芬合演的，流传至今，可谓经典。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2位新生代的演员，一位呢是王清，一位是陈慧迪，为您献上《山河恋》送信。湖上与你说不清。此次来是我错怪了你，此次来是我当得了你，不妨事小心。
天仙，我不忘爱恋实心甜。哦，爷妹呀，我怀你，你不知；我想你，你不见。我你实话，你不回答。我你说的全是非敷衍。哦，爷妹啊，我是一见受钟情你，为知你可否将我怜？小姐，我是一见就钟情你。对呀。亲爱的朋友们，这次由中国剧协、上海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纪念4位越剧表演艺术家从艺70周年的系列演出活动，确实在全国的戏曲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连日来呢，各兄弟剧种的一些表演艺术家、重要的学术团体纷纷发来贺信贺电，表示祝贺。下面呢，我们先为大家选读2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封呢是来自中国戏曲学会的贺电，电文如下：热烈祝贺越剧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70周年庆，祝老艺术家健康长寿，永葆艺术青春，祝越剧艺术事业繁荣兴旺。中国戏曲学会2004年10月2日。好，那么这封贺电呢，来自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电文如下：向越剧艺术家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舞台生活70周年庆致喜，衷心祝贺他们在越剧艺术事业发展中获得极高的艺术造诣，祝愿4位老艺术家健康长寿，祝他们艺术青春永驻。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2004年10月6日。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祝福。我想呢，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直接的向我们今天就坐在现场的4位老艺术家，我们应该用热情的掌声表达我们对他的祝愿：健康长寿。好。范瑞娟老师啊，在1950年演出的《孔雀东南飞》连续演出了3个月，他创造的弦下腔呢更加日臻完美。朋友们，既然说到